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不迎合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无名电影成功逆袭日本市场，展现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日本对中国文化态度复杂，两国文化交流存在不平衡。中国需提升文化自信，加强国际文化输出，以王一博等年轻明星为代表，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与理解。犹记2023电影春节档，无名被内地影院集体孤立，在早早场、晚晚场、绝食场边缘地带杀出血路，以长尾效应票房逆袭。而2024年5月的日本东京，也正是它的热映让原定放映影院从6家涨到85家，让中国电影赚到国际牌面。内娱有眼不识金山玉，还是日语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很难评，毕竟和日本有关的民族记忆从来令人心情复杂。然而，在新世界秩序中重新定义中国角色，学习如何做大国是中华崛起必经之路。艺术更不能搞狭隘民族主义，别人投桃咱也报李。无名出圈热词搁置就很应景，他曾摆平中日领土争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无名墙内开花墙外香，依然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他拥有当下世界电影创作最稀缺的品格，对影像审美感的执念与人物立体性的塑造。再回到日本热映的事实，正是因为他深谙文艺和审美心理，视觉上以暴力美学姿态介入，思想性上则用日本人易于接受的强者姿态呀。无名是抗战主题电影语境里第一次用诗化审美笔墨铺陈故事，是一部把写意的悲欢离合放在写实的历史底色上的二战史诗。美学是外练筋骨皮，历史话语是内练一口气，大量细节汇聚、卧堆、发酵，凝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多重叙事是反比铁画银钩，镜头语言是简笔行云流水，的确是动了审美降级、消费降级、德性也降级的电影人的奶酪，做了劣币驱除良币的市场里不识相的反骨，抬高谋实门槛，坏了江湖规矩，让宣发与拍摄成本倒挂者情何以堪？或许正是要对得起这碗白米饭的坚守对了日本的胃，毕竟他们推崇煮饭先人，欣赏一期一会，热爱一生悬命。麦田守望者守护电影荣光，并不忌惮觊觎者来来往往，毕竟人间至味也要知音者才有福销售。让我们一起看看观众们如何说。几年前，来自中国的真人电影在日本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人们会谈论票房收入突破 X 亿元，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吗？之类的话题。但即使是在当地大受欢迎的电影，在日本也持续着在电影节和单馆放映中黯然离场的惨淡。去年 4K 重播的《霸王别姬》上映后大获好评，进行了长期上映，但距其在日本首映已经过去了30年。如果按制作区域分类，也属于香港电影。当问起中国最好的明星是谁，能与之媲美的寥寥无几。其实，中国也有明星。事实上，如果以日本演艺界为标准来看，就是在全亚洲拥有千万级别粉丝群体的明星，其中之一是王一博。近年来，他出演的中国古装剧吸引了越来越多影迷，连日本也已经有了狂热的粉丝。这从无名上映前的热烈气氛就可以看出来。说到我个人的口味，成尔把电影拍得太养眼了。这样的梁朝伟与王一博，你想看吧？
毫无疑问，导演正在尽最大诚意向我们展示他想要表达的。正确的答案是简单的享受这盛宴，并说声谢谢你的款待。演员、歌手、舞者、运动员，综合素质强，活跃于多个领域。还有，我想补充的是，对演员可以说是巨大财富的综合素质。一开始我就介绍他擅长跳舞，但他还拥有会跳舞的嘴。无名的日文台词很多，但你可以听见他发音清晰而准确。其次，你能感觉到他乐感很好，因为他也是一名现役歌手。顺便说一下，这部作品的片尾曲是王一博演唱的，所以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工匠之技艺，故事碎片式呈现，最终形成完整画卷。啊，原来是这样的。图形逐渐清晰，令人惊叹。梁朝伟稳健的表现，演技和动作都展现出专家级技艺。尽管吸烟镜头频繁出现，但也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日语和中文交错的对话稍有些不适应，但很快就习惯了。王一博强大而帅气，与梁朝伟的动作场面让人毛骨悚然，尽管知道玻璃和瓶子都是假的，但还是感觉疼。两人各展所长，在各自的擅长领域大放异彩。在中国人的视角下看，会发现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有点像从美国角度来看的奥本海默。虽然结局如此，但对日本人没有轻蔑之意是值得赞赏的。无名间谍和女间谍都很美丽，有机会想在家里慢慢重温这部电影。在更衣室前，伫立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的河，在像是香港风格的咖啡厅里，被陌生男子请客喝咖啡的陈，在洗手间系着领带，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似乎下定决心的夜。开场就呈现让人感到不安的三个场景，彼此间没有任何连接，时间轴也各自为政。这些场景就像是拼图碎片，却暗示了后续发展。之后，电影展现了类似昆汀·塔伦蒂诺导演作品中看似毫无意义的对话，却让人震惊的场景，让观众难以理解故事的骨架。但尽管如此，导演程耳的出色指导能力依旧保持着一定的紧张感，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继承中国香港电影美学的黑色电影，融合了张艺谋和王家卫等中国香港电影的色彩和构图美学 DNA， 但比英雄和一代宗师展开更加激烈的肉搏战的梁朝伟和王一博的无特技对决场景，暴力美学，值得一看。据说王一博也是位优秀舞者，动作之美令人信服，这些场面绝对值得在剧院中亲自观赏。故事时间轴混乱，有点难以理解，但更像是一开始就植入隐喻，换句话说是设立伏笔。看到结局时，伏笔得到解决，虽然不能完全理解整个故事，但令人感到心旷神怡。要理解故事，至少需要看2次，这也是这部电影的魅力之一。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